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胜峰。大家好，也祝大家新春快乐。好，还有我们的淡纳财经系教授聂建中。同样，马年行大运，新年快乐。好，当初最挺台湾的立陶宛啊，现在他的腰也弯了。我们来看到啊，立陶宛的新总理呢，之前就表示他愿意接受中方提出恢复外交的要求，他直接呢对中方 say yes， 那这个是标注着什么啊？标示着波罗的海国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要出现转机了，直接要恢复跟中国的关系了，那这是他跟美国的关系还有得玩吗？不过我们来看到啊，其实立陶宛也不一定很在意跟美国的关系啦，因为现在整个欧洲都对川普很感冒。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是瑞士被川普给盯上了，要加征39%的关税，理由是什么？理由竟然是他不喜欢他的讲话方式。川普说对方虽然是语气客气，但是态度强硬，不断强调呢，瑞士是小国家，难以承担高关税，自己不喜欢对方说话的方式，因此没有调降税率，反而将关税给提高到39%。你这样子谁要跟你玩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丹麦人的用户呢，也都不去用美国的 App、美国的货品了，通通都转向哪里？转向中国啊，来使用中国的软件、中国的 App。好，丹麦人呢是通过了抵制美货的方式表达对川普的不满。此外呢，还悄然掀起了一股转用中国 App 的风气，包括了微博啊、WPS 365啊，还有 B 站等等，这个100%中国含量的软体。而且德国现在呢也说呢要学习中国的好榜样啊。怎么说呢？他说啊，欧盟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中国几个月就能够建成世界最大太阳能电站。欧盟的项目光是审批就要数年了，过度的监管拖累了发展。而现在呢，大陆呢也要建匈牙利的铁路，匈塞铁路。而在通车前夕呢，匈牙利总理还去见了王毅还说欢迎很多的陆企一起来投资。由陆企承建的第2条高铁匈塞铁路匈牙利路段呢，将在2月20日通车，马上就要通车了。那通车的前夕王毅呢还特别到这个应邀匈牙利外长邀请来访问匈牙利。而现在呢，西媒则说了，这么多人呢都跟这个中国越来越好是什么？就是因为美国你造成的，美国已经成为了欧洲转向中国的一个催化剂。2025年中欧的互动呢呈现了双轨演进，对话管道重启。那当前欧洲反华潮的实质，这并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变反而是相对的务实适应。好，那现在不仅仅是欧洲不喜欢川普就连自家人共和党也要打脸川普了吗？来看到有6名的共和党人倒戈了在这个美国的众议院219票呢去阻挡川普对加拿大课税。好，此举呢其实不止罕见也具有很大的一个象征意义，凸显出了川普的贸易战呢已经动摇部分的党内支持者了。但是美国众议院想要撤销对加拿大的关税，参院呢，还有川普呢，他们还是有办法可以去进行否决的，因为这个提案呢还需要参院表决，而且还要有总统签署。好，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希望对加拿大来课征关税呢？因为最后都是美国人在买单尤其呢这个关税对经济呢是属于一个净负面的事件实际上就是由美国消费者、还有制造商以及农民去承担的一个重大赋税而且现在呢，美加关系闹僵了，川普还拿桥去做文章现在呢，他的很多说法通通都被打脸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座美加跨国大桥是加拿大政府希望我们允许的，所以他们占了美国便宜。但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2017年2月的时候，川普跟杜鲁道发表联合声明，希望这个桥尽快竣工的。好，川普还说这个桥几乎没有使用美国材料，事实上是1/4的钢铁还有混凝土通通来自美国。那川普还说了，加拿大要给予补偿才可以允许通行，事实上是加拿大承担了全部的建设费用，那么后续的收入将在双方之间来进行分配。
那川普也说，美国应该要拥有一半的所有权。事实上呢，这个是密西西根州还有加拿大，它各拥有这个一半的股份。所以你川普说的，通通都不是事实啊！甚至川普还警告了说，你加拿大如果跟中国走得太近，小心你冰球运都会被没收。哎，这句话呢，听在加拿大耳里真的是好笑。加拿大网友就嘲讽了说，如果川普你懂球的话，你就会知道啊，加拿大的球队自1993年以来就没有赢过史丹利杯，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它被取消，它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重要。好，现在呢，川普不可靠，所以很多的国家呢都倒向中国，尤其是立陶宛就是一个弯腰非常明显的例子嘛。请教亮哥。立陶宛还要看他具体做什么事啦，因为中国大陆要求他把在那个首都的台湾代表处拿掉，要比照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啊。那通常都叫做台北经贸代表处啊。那会不会这样还不知道，所以现在只是总理的态度，可是还没有具体的做法啊，因为这样会很没有面子哦啊。可是明显爱沙尼亚现在就停住了。我们台湾本来要比照立陶宛去寻求爱沙尼亚也成立台湾代表处啊，就卡住了。爱沙尼亚就不敢做决定啊。我觉得对中国的概念的改观啊，第一个当然首先是美国的对等关税了，然后造成各国纷纷对美国的霸凌的做法不满，那寻求到中国避嫌啊。所以也不能够说他们开始亲中啊，可是呢，因为避嫌嘛，所以就有一点把过去的成见抛开啊，那才突然发现中国比他们想的要好很多了啊。这种不叫亲中啊，而是让事实浮现啊。最明显的就是 BBC 啊，这个 BBC 转的实在太明显了。因为以前他那么反中啊，那我最近也发现德国之声也在慢慢调整，DW 啊，就是其实这个不叫亲中啊，就是说你就让事实浮现就好了嘛，你不要用滤镜来看嘛，不然有些东西本来就存在，比如说那个匈塞铁路，那早就有了，我们只要公平一点看事情，就知道匈牙利跟塞尔维亚需要这条铁路啊，可是现在就被开始广为报道了说原来匈塞铁路帮匈牙利、塞尔维亚带来什么样的便利，这个就开始被公平报道，那公平报道就让欧洲人开始对很多事情就改观嘛，就中国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啦，你就想到华为现在就是英国就是考验了。英国以前听拜登的话，把华为拿掉损失4亿多英镑。美国说他要补贴，补贴个鬼啊，哪有补贴那现在又轮到德国了，德国也要去重新评估要不要用华为那如果你对华为可以重新评估，那对于中国一大堆 APP 当然可以评估啦，有的好用，有的是便宜。比如说那个 WPS WPS 就是便宜啊，那它跟整个 Microsoft 整个竞争状态，就你要不要用我两个都用，我也用那个 Windows， 我也用 WPS， 好用，真的有优点我在这里不能够讲得太清楚，因为他改良他的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就是借用美国的 idea。然后改用比如说那个微信，微信就真的很方便，是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用了，比如说欧洲人也立刻会发现到小红书真的好好用他就会台湾要进发现生活时尚很方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说你不带偏见，然后你用公平公正的方式去比较美国的 APP。跟大陆的 APP，我觉得就是这样啦。人有必要什么都要拿个意识形态挂在你前面吗？对不对？比如说日本、韩国
也大量使用中国大陆的 APP 啊，就不会像你民进党赖清德整天那边疑神疑鬼啊。就只是就事论事而已，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效率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难怪欧盟呢也呼吁说我们要学习中国大陆。请教这个李胜峰。这样，没有邦交的国家是可以建立领事馆级的关系。这曾经在台湾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英国的领事馆一直在淡水，一直到了这个我们退出联合国的时候，他才退走。同样的道理。各位在讲立陶宛的时候，民进党在讲有多大的成就，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在我还在立法院的任内的时候，李登辉的时代，拉脱维亚就曾经在台湾设立总领事馆。最后呢，那当然是民间去支持的了，那最后是财力上各方面呢撑不下去，所以才取消。所以，假如总领事馆的成立是曾经被突破的话，立陶宛这个算什么呢？但是因为立陶宛做的太粗糙，民党政府呢也做的太粗糙，敲锣打鼓。比如说我讲刚才拉脱维亚建立的建立的领事馆，可能知道的人很少吧，但是他就把它占了嘛。那要搞得这样子，对中国大陆讲起来，台海的这个红线底线，这个破窗绝对不能让你破。所以立陶宛它非让你妥协不可，就像日本即使这样1亿人的大国，在这个工业上是世界上的大国，就是因为讲明台湾有事，就是我日本有事。那公然的借到台海的底线的时候，中国大陆也绝对不会退让。所以这个破窗在欧洲，立陶宛不会退让，在日本呢，这个一样的是不会退让的。只是在这里我们要想一个事，世界都在转弯了，台湾还要再原地吗？就这么简单。我在这里，我也可以跟人提，只要你使用 APP 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离开台湾，加上一个微信，你会在全世界很方便的使用中文的 APP， 然后很容易找到中文的信息，然后你很容易可以跟很多人可以来往来。那这个可能你其他西方的这些 APP 就不太容易用得到的。那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行？因为涉及意识形态啊，什么都不对了。好，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世界在向中国大陆在转弯，台湾在停滞，台湾还在跟着美国一起走。那别忘了，今天呢，美国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最强大的国家，最有权力的总统，加上最恣意妄为、自以为是、最狂妄的川普。这3个合起来是很可怕的。就我很嚣张，可是我没有本事，有没有？那这嚣张是有这，是又有本事又嚣张，然后国力又强，权力又大。果真呢，还可以打人家。对，所以果真的说，罗大佑的恋曲1990啊，现在可以改成这个呢混乱2026了。而且所有人都认为2026啊会是整个的国际社会巨大转变的一幕。你不觉得现在全世界都在看4月份2个会不会见面？见面会怎么样？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包括美国的本身也是这样在看。所以我最后这一句话吧，成就中国啊，在10年前所制定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啊，正在那摸索中前进的时候啊，这个川普很认真的帮他做了这个忙。对，这个整个的新型国际关系啊，尤其新型大国关系，真的要把这期的关系能够建立成一个什么时的一个条件，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可是呢，要谢谢川普。川普真的把他给做到了。为什么？你只要看川普在美加这一座大桥的恶搞的做法，你就知道了。你是加拿大人，你不生气啊？钱是我出，然后我还跟你36年的收贿，收贿里面我们大家来分一半。谁想说不对，是我的，那个加拿大人会疯掉啊！真的完全不讲理哈，请教念老师。好，刚刚师傅讲自以为是、恣意妄为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川普就是这样一个人，好大喜功，功利为上，然后呢，所有都急功好利。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叫爽与不爽，他不爽谁啊？这个别国的这个只要是靠他的小川普，他就非常支持他，只要不听他的，他就把他课高关税。一路走来啊，始终如一，从去年到现在快1年了。那我现在要讲是
他为什么敢这样子呢？因为他霸权在手。为什么霸权在手？因为美国底气绝对很高。我们想这只老鹰，美国是一只老鹰嘛，它有2个最高的武器，第一个是它的爪。它的爪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军事真的很厉害啊，军事强国。第二是它的翅膀，翅膀真的够大，可以长臂管辖到全世界。它的金融啊，靠这2样东西，还有一个啦，其实就是它制造业没了以后，它的 GDP 最高，它的全世界的 global demanding 就是它的需求最大了。我们从经济学的需求，因此它只要课高关税，想卖它东西的人当然就会受伤嘛，当然你就要去掉它才有可能。现在欧洲都在走这个叫做去美，然后靠中，你知道吗？因为中国是第2个大经济体，它有 demand 啊，它 demand 如果今天你只要拉到了中国，一样这些都是能存活。所以我觉得啊，在过去它这只老鹰啊，当它的 GDP 起来的时候，还能够带动这 global GDP 全球 GDP 起来，这叫触媒效果，大家都拍拍手欢迎嘛。现在不是哦，柏拉图世界已经被你打翻了，这个理想国呢，你今天起来是要伤别人呢，因为你知道你今天活起来也有点痛苦了，就是美国，它现在呢经济也不太好。它的制造业完全空洞化，它也缺钱，这时候它打击别人来壮大自己，我觉得这就出问题了。所以你会发觉，它打到的都是自己人，加拿大、美洲，所以西方的，你不要说欧洲说 no 啊，加拿大当然也说 no。所以你看这几个，法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每个都会讲到中等以上的强国应该要有商炮的合作哦。他们合作的意思就是说，要抵抗美国对他们的制裁，否则的话，1对1的话都会是输的。你看到关税哪一个不投降，哪一个不跪，哪一个不趴？所以这些全部都来了，然后来了做了什么呢？从丹麦到爱尔兰，一个一个到中国去访问了。从去年丹麦、爱尔兰到12月初的马克宏，到一步一步到今年1月的卡尼到史凯尔，一个一个2月还有谁要去？一个政治立场非常鹰派的德国，Merz 也要去了，干嘛呢？都带着企业大佬去，因为他们都知道去美靠中可能是未来他们经济的活路。你要看知道，包括匈牙利各个国家，不只是中等以上强国，连所谓的中等以下的弱国，那可能这种白种皮肤西方世界的，可能未来都必须要跟中国合，才有未来的出路。这全部呢都是要感谢川普哈，但是川普这个搞这个关税大棒也是敲了自己满头包。那其中选举怎么办呢？现在就传出啊，他呢要去3月31号访中的时候呢，严拟要再延长贸易休战1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其中选举前要交出成果嘛。好，所以呢，在这个选情忧虑之际呢，川普努力的要交出一些具体成果，于是呢就预计啊，在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呢，拍板贸易休战延长最长1年。那对此，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则是说呢，不久前的2国元首通话中，习近平主席重申对川普访华的邀请，双方保持沟通，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就是没有说死啊，到底2方见不见，或者是这个贸易休战都不提。另外呢，要交出成果，还有什么？还要一个便宜的电力嘛。所以现在川普下令五角大厦要采购燃煤电力。这个时候去力推燃煤复兴第一呢，是为了要在与中国的 AI 军备竞赛中胜出，必须要满足科技业激增的电力需求。第二啊，就是为了在选举之前平抑民众对电费高涨的不满。好，但是呢，也不能够跟中国走得太近现在美国的国会自己呢，也希望能够防堵中国的晶片崛起。这个是美国跨党派呢的意愿呢，就出来呼吁说呢，对晶片制造设备呢要实施全面性的国籍限制，理由是中国正在加速进口对先进晶片生产至关重要的一些外国设备但是好像已经有点来不及了耶。来看到奥巴马的财政顾问怎么说啊？他说中国在 AI、汽车、人形机器人、药物等高端技术领域的发展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了。即便在最佳的情况之下呢，与中国的竞争也是十分的困难。好，战火不仅仅是晶片科技现在是在美国的后花园拉美。我们来看到呢，这个秘鲁的法院呢，它是放行了中资前凯港能够免监管那对此美国的国务院就出面警告了，说你根本就是用主权去换便宜钱。好，还警告说呢，这样子的话是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换取廉价资金，这是川普政府至今对该国亲中立场最直接的一个批判了。但是呢，它造成的效应就是很实际真的让秘鲁赚了钱我们来看到这个前凯效应让秘鲁的2025货物出口创新高了耶。秘鲁的外贸旅游部
就公告了2025年的货物出口额达到了900.82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1%，创了历史新高。其中啊，对中国出口额也是增长了超过了30%，成为秘鲁全年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好，那现在美国呢，是不是也急了呢？为了要跟这个前海港竞争，美国的国务院呢已经批准了向秘鲁出售15亿美元的设备和服务，来支持其位于卡要港的主要海军基地迁址，而进而扩大附近的海港。好，这个卡要港呢，它就位于首都利马以北80公里处，由中国建造的巨大港口前海港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竞争。而至于古巴石油的部分呢，现在呢储备只剩下15天了，结果中国的外交部也誓言他会竭尽所能的来协助哈瓦那并再次谴责剥夺古巴人民民生生存的发展权的不人道行为那美国这边怎么样呢？川普说，白宫官员说，川普3月7号呢会在迈阿密与拉美的领导人要举行峰会。在拉美这一块呢，美中是互不相让的。而在中东的部分呢，伊朗局势的战火又点起了吗？来看到呢，现在呢驻扎在卡达乌代德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呢，已经将爱国者的防空飞弹装置机动卡车发射平台了，非传统的半固定式发射站。那此举呢，就提升了飞弹系统的机动性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快速的转移阵地，或者是进行防御性部署。那么就反映出啦，这个区域的风险呢是明显升高啦。而且呢，美国呢也可能去部署这个核嗅探来侦查你们伊朗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核试验行为这是很多国家都担心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呢最新的一艘排水量高达3万吨的弹道跟踪测量船瞭望1号呢，也在执行战区警戒任务。这艘船是可以同时追踪1200个空中目标，它简直就是一个可机动部署的海上雷达预警基地哦。而且在现在美军逼近伊朗之际呢，中方竟然是特别送了伊朗这个歼20的模型，这是什么样的讯号呢？是单纯要送你礼物，还是在说我们双方的军事合作可以更进一步呢？好，不过看起来美中呢是假和解，但实际上只是个换战场吗？请教亮哥。我觉得，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关切嘛，美国有美国的关切那川普当然年底要选举，他希望得到经济利多嘛。那中国要的就是台湾问题我有听到一种说法啦，就是说对于反对台独的表态美国白宫有人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准单方改变现状，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也许可以考虑了反对台独，他把台独视为改变现状就单方改变现状可是会不会真的这样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是军售，那会不会对个别的军售项目做拖延就是说拿了钱迟交货这个可能也是他要跟中国讨论的东西啦。你这不是已经在做了吗？好了，我们讲的是下一波嘛，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可能对台湾问题都不处理，那就想要得到他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不太可能那美中在中南美洲展开“一带一路”的对决这已经开始了。巴拿马运河，巴拿马最高法院不就收回经营权了这个中国大陆非常的火大可是到底要怎么处理现在不清楚现在会逐步的对巴拿马政府、巴拿马的贸易，还有巴拿马的船只，是不是都会做反制大家在观察。不过前海港跟巴拿马不一样，前海港是中国投资51%的，巴拿马是经营权，所以是不一样前海港除非秘鲁发生政党轮替了，那目前确实美国也在搞这个事，因为今年秘鲁跟巴西都要改选那南美洲目前右翼在崛起嘛，那川普一定全力支持右翼政党要把你这个
巴西的鲁拉推翻了啊，然后把秘鲁造成政党轮替啊，那可能还有哥伦比亚啊，哥伦比亚不是今年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看是没有解的啦，就中美一定是要在，因为这个是美国的后院了，那因为美国过去10年都没有认真在经营南美洲嘛，对南美洲太好了，就是根本没有在理人家啊，所以你看那个美洲峰会，这样在洛杉矶搞成那个样子啊，所以简单讲就是川普第一任，拜登你们都没有在处理嘛，那中国大陆就在这10年内，在拉丁美洲突飞猛进啊，所以未来冲突点真的蛮多的，还有那个锂矿三角，对，那也是不得了啊，玻利维亚、智利跟阿根廷，跟锂矿三角，所以未来我认为还有的争啊。你看这个王沪宁对古巴表态的这么坚定啊，我估计古巴如果缺人员啊，中国应该会去协助了。所以川普有可能为了其中选举而暂时跟中国来停火吗？这是不是只是一个选举考量？请教盛峰委员。是，中国的态度我们看的表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有邀请他要来，但是美国一再的放时间点，说我4月会去，8月他会来，但是中国大陆呢时间点从来没有松口过，也就证明两者之间现在正在进行非常密切的磋商，当然会磋商出什么结果，你我可能不知道。第二个，美国现在的国会呢，好像抓狂了一样啊，继续要在芯片的问题上对中国下手，而这次下手不但时间慢了，而且这个手法会很拙劣。他的手法就是说，好，你现在用 DUV 用重复曝光去做这个高阶的芯片，那怎么办？现在很简单，现在要你的阿斯麦尔呢，你们这些供应商不可以维修。这照道理讲，我卖你东西，我们会这样违约啊！对，就我逼人家厂商违约呀、不是你不是吗？你卖的不准维修。我操，世界上这么霸权，这我们也真是啊，I fool you 了。要不然你怎么办呢？OK， 第三个呢，就秘鲁啊，这个美国的讲这一段话也蛮好玩，说你们呢牺牲了主权啊，就是赚了一点钱。那我就想到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我就侵犯你的主权，然后呢，我就抢夺你的资源，然后你可以说，假若他的元首，对，假若他讲的所谓的牺牲主权是那么伟大的话，那你侵犯人家、剥夺人家的资源怎么办呢？而且呢，中国大陆对你嘴巴所说的，让秘鲁牺牲了主权，可是呢，他创造了生机。它的整个前海所发生的这个效用呢，现在正在大大的产生中。再过来看，我觉得中国大陆公开的讲这句话不能等闲，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治的发言都是谨言慎行的，就是告诉古巴说，辛苦的时候，我会竭尽所能。那这个就表明，真的古巴有困难的时候，他会出手，这个手他一定会出来，否则不会有那么高阶层的人来做出这么样的承诺啊！这个，请各位大家对中国大陆的一些讲法跟承诺，你不要把它当作他是嘴巴说的就算了，他说了，他会认真的呢去把它给做到。最后呢，就是有关这一艘这个测量船呐、瞭望1号测量船现在开到了中东去啊，请各位特别注意，它应该有2个意涵在里面。中国大陆介入战争是不会的，但是这个测量船在哪里就准备什么？你们要是打仗的话，那我就收集了你们所有的飞弹的参数，这个导弹的参数、飞弹的参数、防卫的参数，那个太重要了，平常要收集还不容易，现在你们打起来我都收集。第二个，有没有可能透过某种程度我收集的参数啊，那么来跟伊朗之间做某种程度的情报支援？可能这都是值得大家再观察的部分。好，所以中国在这个中东还有这个拉美之间的部署，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川习会呢？我们请教叶老师。川习会，您刚刚讲到说会不会停火，但是停什么火，这是一个重点。当然，我们看起来就是关税这支机关枪横扫全世界这个火，它势必呢必须还是要暂缓，没有错。为什么呢？它必须要跟中国somehow的要谈到一些对它的长期利益啊能够维护的。
不管他的选举也好，或者对美国他想要 MAGA 的未来也好，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但我们看到啊，从去年到现在，不管从关税，从各种其他美国想要振兴自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的动作嘛。他2个最大动作，一个就是他把全球当提款机，尽量提钱嘛，要钱；第二个当然就制造业回流嘛，用他的霸权去制造业回流。当然他在这个国内也做了非常多的计划，注意哦，他有所谓的无人机计划，那这赫塞斯在五角大厦签的。那还有什么？就像那个以前尼克森那签那个太空计划一样，然后扩军计划，这扩军计划你要去收稳的话，你会知道、哦，现在很多像米切尔的那个战略机构都告诉美国说，你现在的扩军计划根本不够，你2倍以上都还是会输中国。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现在的扩军只扩军到这个波音 F-47呢185架，可能要到300架才够跟中国抗衡啊。他讲的是未来的几年，包括你的那个轰炸机啊。B-21呢，现在47架也不够，要到200架。那美国怎么去做出这么多？这是一个问题。好，扩军计划也就算了。现在呢，还有它制造业回流计划。当然，它用它霸权，也的确让制造业部分回流，但是它的基础建设有问题，它的技术、它的人才还是缓不积极。坦白说，最后一个最重要，他今天又讲到燃煤电力计划。为什么？他发觉世界的电力还是这个中国好像这个产能最快。我觉得最终嚷上的一个字就是美国发觉它输都输了。这很可怕，从科技也输了，那军事也输了，电力也输了。他现在觉得矿产，当然稀土我们现在没谈的也输了。现在更重要的，他还有包括发掘城投智能所做的各种 AI， 那这个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甚至有一个很重要的 API 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药品的原料药，原料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提供，美国很多健保很多的这个健康问题都会出现，所以你不发觉它输下去吗？但是你说美国现在做的各种计划能不能让它起死回生？我觉得非常怀疑。那么当然，我常常会比拟在1960年代的时候，在甘乃迪总统的时候，当他们的航空计划已经我们讲登陆月球那个年代嘛，当他输给俄国的时候，他开始签了所谓的航太计划，的确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好像赢了。不过那时候的时空背景不一样哦，俄国只是走的比较先，在整个布局上输中国，中国已经韬光养晦已经做到了一定。第一个呢，我觉得它已经够深到你可能很难打击它。第二，很广，遍地开花。第三个，它所有东西的速度之直飞啊，不管科技军事上，美国真的很担心。我觉得中国真的会把美国最后啊，可能刻的死人。美国现在未来只有靠它现在唯一的金融锁喉世界。不过这金融如果被真正去美化到了一定的步骤，美国就很难再维系了。好，没有再怕中国的，大概也只剩下日本了吧？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呢，他率领的自民党拿下了众院的多数，哈，这个呢是创下了战后单一政党的一个最佳纪录。那下一步要干嘛？要修宪了吗？日媒的民调共同社呢就发现了有83.4%的众议员呢都赞成在宪法来增设紧急事态条款，还有呢修改非核三原则的，则是获得了68.7%的支持哦。那这也是首次突破90%。朝日新闻报道调查说呢，本院的众议员当中呢，有93%都是赞成去修宪的耶。这个呢是2003年调查以来国会选举修宪派比例首度突破90%。好，那这是明确的也很多人支持要明确记载自卫队的存在。这简直啊，对高市来说就是一个历史级的授权已经到手了。那么日本学者就说了，日本呢未来会走向强硬派的一个防卫路线，而央视就说了，现在呢日本已经去重建2战航空母舰大军了，而且呢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呢也举行了 F-35B 隐身舰载机的一个成军仪式，高调的开启了战后航母时代啊，一时间呢重现了2战航母大军论调的论调呢是生肖成上。但是呢，中国大陆的评论员就说了，日本现在的这个轻型航空母舰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 F-35B 的这个载带量呢，还有航程呢，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和完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对抗的话，不仅没有胜算，而且连自保都很难。而日媒自己也说了，日本斥了巨资啊，向美国购买装备，结果这个交付是一延再延呐，哈。这个是会计检察院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在采购合同签署5年后仍未交付武器。那交付后的武器呢，一部分也出现了故障啊，维修就要耗时14个月啊，类似的案件发生多起了。日本成为了美国的提款机吗？看来美国这件事情呢，对台日倒是一视同仁哈。
我们看到日本呢很想要跟中国对抗，甚至是跟中国脱钩。那稀土怎么办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方法，就是拆解废弃马达去提炼稀土哈。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手法。大规模去拆解废弃的旧家电啊，还有汽车马达来提炼稀土，被称为是饮鸩止渴啦。他甚至声称说呢，这些废弃马达每一台可以回收1.5公斤的稀土，但是实际上这种的效率很低每提炼1公斤的稀土就要拆解数十台马达，而且成本非常高，是正常进口的3倍。而且提炼出来的稀土纯度还不足80%，根本就没有办法满足高端制造需求。相较之下呢，中国它掌握了全球顶尖的纯化技术，那稀土的纯度呢还达到了99.9% 呢，并且建立了开采、加工、应用全产业链的一个标准体制，它完完整整的控制了它的定价权。好，明显的在稀土这一块追不上，但是要发展稀土还有军购都需要什么？需要钱。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十分的动荡。好，来看到虽然日股呢是狂飙破了5.8万的新纪录，但是呢，摩根士丹利的这个策略师就示警了，市场目前的疑虑是在于高市的减税措施的裁员安排，以及政策最终是否会透过赤字公债来填补缺口。根本的风险是减税措施可能会一直持续不止2年。那么现在日本的国债去年底也是创了新高了哈。来看到这个日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经济总量的2倍由于社会保障还有房屋还有债务偿还成本不断的膨胀，所以日债现在规模已经面临了一个上行的压力了。而且现在还没有陆客要来了呢。看到中国的春运第一周58条中日航线全部取消，那么这些陆客去哪里了呢？去韩国了。访韩的陆客大增了那么韩亚航呢，3月底还多加航班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陆客的消费为零，好，然后国债又创新高，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要怎么样去发展军力跟中国对抗呢？请教亮哥。日本修宪现在是卡在参议院嘛，因为也要2/3那自民党加上他的联盟大概还差10几席吧。因为过2/3要166席，那目前自民党加维新会，再把国民民主党还有参政党都加进来，151，差15席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修宪，就看你选的议题修宪议题有些是高敏感，有的是低敏感比如说那个明确记载自卫队的存在，我觉得如果只修这一条。那应该会过，因为民意很支持嘛。那参议院大概也不好意思拒绝了因为基本上众议院是发动提案，所以你提案之后就胜负就牵涉到你的执政的能力了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日本众议院会好好考虑有哪个条文要修了那个非核三原则那个不是宪法，那个是国会的默契所以他目前这么多就可以直接改了，那个不需要修宪，不用修宪。修宪最敏感的是第9条啦，就是你要不要说日本有交战权，和平宪法就要去掉和平宪法，如果是要修这一条，那我认为不会过了所以我觉得就看你修什么是有可能会过了，就看你修哪一条。那自卫队的存在就是事实嘛，所以这有什么好讲的？事实就发生了那至于他要发展这个跟中国足以对抗的武力我觉得难度极高了。坦白说，中国大陆也不是那么在意日本，他在意的是你背后的美国了因为日本是战败国嘛，很多攻击性的武器它是没有的比如说长程飞弹轰炸机，还有比如说真正的所谓航空母舰而且你跟中国那么近，航空母舰也用不到了你那么近，所以很容易变成被打的目标所以我觉得中国会警戒的是美国啦，就美国会不会把核弹直接搬到日本这个有可能这个我们还要再观察了
因为他接下来真的首先面对的还是经济问题啦。那至于用废弃物来提炼稀土啊，这个你不要笑他啦，因为我们台湾也是这样。我们台湾也是有大量的稀土是从电子废弃物回收得来的啊。所以大家要做好资源回收哦。那这个很重要电子废弃物比马达炼稀土要更多啦。因为台湾毕竟是电子零组件嘛，还有电脑制造大国啊。所以我们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稀土比日本要多得多。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提供给日本啊，我们自己都用不够，自己都不够了。所以你不要笑日本啊，因为他也没有别的方法，他去买澳大利亚、去买马来西亚、去买越南，都会冲到美国啊。所以怎么办？一定要增加回收的比例嘛，那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回收啊，你大概也只能这样做了。所以现在呢，日本的情况呢，要对抗中国，其实真的是不太容易哦，经济也不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在债务压力下，日本的军费扩张还能够撑多久？我们请教申峰委员。是，日本的稀土本来不需要这么辛苦砸锅卖铁，像这个大陆当年的这个土法炼钢的搞法一样，不需要，因为是你自己带来的麻烦。这本来是可以不是问题的问题，自己把它搞成了问题。那至于日本的修宪呢，我们应该这样子来看，就是程序上这个是按照他国内来走，可是日本的修宪就好像台湾的公民自决，是台湾说了算吗？不是，日本的修宪是日本说了算吗？美国的态度呢？对，还有涉及到的2次大战秩序的维持者的中国跟俄罗斯的态度呢？所以讲这个东西不是你说了算，我是主权的国家，我可以是啊，因为你80几年来你已经被认定你是框在美国一部分的非主权国家嘛，所以他在讲我要让我自己做上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看日本的问题不要太单纯的去看啊。那至于说日本花再多的钱是不是精力可以比？我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同样的隐形战机，日本的 F-35在这一个所谓的准航母上啊，它只能垂直起降，一垂直起降，它所带的弹量啊，所以它就很少啊。中国大陆的歼35是什么？是弹射起飞，所以要载多少就载多少。那您说怎么比下去呢？就别比了，都是最先进的，一个只能垂直起降的使用，一个呢是可以弹射起降。所以在这里不只是双方在整个武器能力上是越来越明显的差距啊。所以日本假如想在经济上去跟中国大陆进行的这一个竞赛啊，平常心讲，我还是用我们台湾人讲那一句话，因为就像台湾买了很多军事武器，所以要来防卫，跟中国大陆抵抗防卫一样。我最喜欢问的一句话说：啊，我的讲话这个对少，你要吃多少，您才能够止咳化痰呢？一样的道理，日本今天面对的，你要吃多少，你才能够处理掉了这一些的问题呢？所以我们从种种的角度来看对日本是应该讨论一下。最后我这样讲，日本应该再讨论一下，是说你要做东方的日本、东亚、中日韩合作的日本，或是仍然继续要做西方的日本，跟整个的东方来做对峙对抗。这个的战略选择是日本最重要的选择。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请教聂老师。好，刚才主任提到说，现在全欧洲人白种皮肤的人都现在有一点请中，现在想要去美，唯一不再怕的是日本哈。我先讲一下，美国和日本对中国不能说同仇敌忾，但的确都把它视为真正的好像共同敌人。那么当然他们的背景不一样，美国是为了维持它世界第一的霸权，它因为大国博弈要讲到全球控制权的一种现实，没办法。第二，
那当然，日本跟中国当然有所谓的历史情仇啊，民族对峙的氛围是非常强烈了哈。那所以这两个国家呢，它必须相互取暖哈，这个所谓的产生的兄妹之情呢，我们当然就可以理解。但我今天要讲第二个有趣的事情，叫稀土要摆脱中国依赖。我觉得你要怎么摆脱啊？过去你看，去年到今年，尤其今年2月才刚才又说这日本呢，在所谓的蓝鸟岛屿不是发现了所谓的深6000公尺有稀土泥吗？你挖挖看，你要挖多久？海底捞，你知道吗？要捞多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要废厂去拆，一颗马达拆1.5公斤，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储量吗？6600万吨，全世界1.2亿，它占了全世界的37%。